有一个地方，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闯，找到信任加上陪伴。沿途也许会有挫折，有失落，有迷茫。假使无论走多远，心里都能够取暖。雷亚，什么？雷亚呢？叫他出来，雷亚。老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雷亚去马来西亚出差了。他骗你的，他根本没去出差，也没跟那个小王分手。不信你看，这些照片是我的朋友施家珍男朋友拍到的。Oh my gosh！ 你不是说他已经跟那个贱男人分手了吗？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啊？什么？你早就知道了？真的是见鬼了！那你为什么不要跟他离婚？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到底有什么好？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为什么还不肯放手？儿子啊，不管你多爱他，不可以再忍下去了，赶快跟他划清界限吧。我们已经划清界限了，不过我们不会离婚的。为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可以跟我们说啊。他会有什么苦衷？他是想做一个痴痴等着出轨老婆回头的痴情汉啊！第一次你跟我说他跟Gordon搞暧昧的时候，我已经劝你跟他离婚了，你就是不听，那就算了。现在别人把你的尊严丢在地上踩，你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过了吗？你以为我想讲你啊？我只是不想看到你那么没有用。没用就没用，我根本就不在乎你们怎么想，我也不需要你们的意见，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好，这是你说的，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哎，儿子啊，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吗？你也走吧，你有什么事可以好好跟老爸说啊。我没什么想说的，就是你们不要再管我了，好吗？这样的生日还蛮难忘的，对吗？你是不是跟他们一样，也觉得我很窝囊啊？我也不在乎你怎么看我，就算没有人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也不在乎。从今以后，我不会再顾虑别人的想法，我只会做我想要做的事。那你想做什么？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我都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我好人品，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我会要那些对不起我的人全部后悔。你这样会不会太极端啊？我不甘心，为什么做错事的是别人，后果要由我来承担？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不比其他人有钱，吃不起高级牛肉，买不起公寓，给不了雷儿她要的那种爱情，就因为这样子，她可以出轨吗？我为雷儿付出了那么多，她背叛了我，我还是原谅了她。可是我的原谅一文不值，在别人眼里是可笑的。我今天受的所有委屈和侮辱，总有一天我会通通拿回来。我绝对不会再被人看不起了。离婚协议书签了吗？该离的不离，不该离的却偏偏要离。我不管你怎么想，总之快点签了吧。
我现在没心情签，儿子出事了。什么事啊？原来雷亚根本没跟那个小王分手。什么？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不重要，重要的是，儿子其实也知道雷亚还跟那个小王在一起，却不肯离婚。不久前雷儿跟同事搞暧昧，任品就要跟他离婚了。这次雷儿真的是出轨了，怎么任品反而不肯离婚呢？不知道啊，我也不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刚刚 No.1也是这么问，结果他什么都不说。我想好好跟他谈，他也叫我先走。这样不行，要找他谈一谈。对了，你比较会说话，好好开导他吧。哎呀，今天是他生日，我竟然忘了，我连个生日祝福都没有给他。对呀，我原本要买生日礼物给他的，哎呀，结果我还质问他雷尔的事，啊，他现在一定很难过了。我真是个失败的父亲啊！这阵子我真的是忽略了人品，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今天完全没有察觉。所以到现在，啊，我昨晚失眠了，所以睡迟了一点。事情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真的不打算跟雷尔离婚？昨晚老爸已经来兴师问罪了，今天轮到你啊！我们也只是关心你，你到底怎么想的啊？为什么不离婚？当初是你们说过，婚姻不是儿戏，不能说离就离。而且，每个人都有缺点，也都会犯错的，不是吗？对，我们当初是这么劝你，但是你不能死脑筋啊。第一次犯错可以说是糊涂，可以原谅；可是第二次犯错，可说是一错再错，是不可原谅。就算你之前能忍，这一次也能忍，你能忍一辈子吗？世界上有很多更美好的事物等着我们去追求，紧紧的抓住一个已经不爱你的人，值得吗？你跟老爸也不是一样，你们的婚姻早就出了问题，还不是拖到现在才离婚？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说我啊？我现在是在跟你说雷尔的事情，你怎么扯到我跟你爸呢？你没听说过，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吗？你跟雷尔的情况怎么可以跟我们相提并论？马儿是不想你想不开，困在这个关系里面受委屈，明白吗？你不用担心，我一点都不委屈，我很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你很爱雷尔，但是他已经做到这一步了，继续的维持这段婚姻还有什么意义？你怎么可以像你爸这样，老是选择逃避，不能做个了断吗？我不是在逃避，我只是不想要自己一无所有。你怎么一无所有？你有我，你有你爸，你有你的兄弟，你有工作，更何况你还年轻。我离婚后没老婆，没有房子，这不是一无所有是什么？你不想离婚，该不是为了这间房子吧？儿子，这样做值得吗？每个人都有自己重视的东西，值不值得，我心里有数。如果你们想留住这间房子，其实有其他方法的。你们可以签一份分居契约，等房子满5年的时候。我都说了，我不会离婚的，不会离婚的，你听到了吗？我教你怎么赚钱，我教你金钱观念，但是做人也要有底线的。为什么把自己的尊严和未来都赔上呢？你够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尊严底线的东西，好不好？算了，你不是我，你不会明白的。总之，我做什么我自己最清楚。我很累了，你先走吧。喂，我说了这么久，你给我一点反应可以吗？你和任品是 brother， 你说的话他可能听得进去的，求求你帮帮忙，就劝劝他好不好 ？No.1啊！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在说话的？
我在画图，准备参加比赛，灵感都被你赶跑啦。啊，你还要参加比赛啊？有问题吗？没问题，不过你眼睛不要睁这么大，可以吗？我会怕的。哎呀，只要你帮忙去劝他，我就不会吵你了，好不好？你不会去找那个富二帅，他也是人品的 brother。我找过啦，他说他放弃人品啦，不想跟人品谈啦。那你自己不会去跟他谈啊？要是他肯听我的立民劝，我就不必来烦你们啦。拜托拜托。哎，臭小子，干嘛你的手机打不通啦？害我跑到这里找你了。啊，手机里面有一样东西叫 battery flat 的，明白吗？我干嘛啦？火气那么大哦。我在忙着跟我的 boss 吵架，什么事？没事了，吵一吵，明天会更好了。好，是这样的啦。台湾那个龙叔哦，你也认识的，他打电话给我约我现在吃饭了，你有没有空啦？跟我一起去了。啊，人家约你关我什么事啊？我在忙嘞。他想装修房子，想找你帮他画设计图了。他听说你在新加坡是 No.1 才找你的，那你要不要去了？哇，说到这样，我怎么可能拒绝啊？走吧。喂，你宁可去帮那个什么龙叔，你也不愿意帮自己的 brother 啊 Boss， 我现在是室内设计师，不是婚姻辅导师。干嘛不接？我不敢接，也不能接。发生什么事了？谁打来的了？说来话长了，哎，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不然这样，我的屋子呢，我要改成中国风，像皇宫那样，我要过皇帝瘾的。你确定？中国的皇帝都死光了，你不怕不吉利哦？啊，这样啊？日本天皇还在，改日本风。哇，龙叔，你的风啊，好像龙卷风嘞，转来转去。喂，什么风转得很快啦？是龙叔的脑筋转得快啦。可是这个日本风格是怎么样，我不清楚啦。你帮我设计可以吗？日本风啊，宫廷，哎，天皇啊 ，OK， 还有什么要求啊？啊，没有了啦，其他就交给你设计了。好，那我先把设计图画出来，再找一些家具的照片给你看。好，啊，龙叔看着你长大，交给你我最放心了啦。那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谈啊。好。哎，记得给我设计图啊。好 ，OK。哎，老万啊，阿福这么有才华又有本事，你可以享清福了。哎呦，什么享清福啦？他整天跟我斗嘴没有气死我，偷笑了。阿福都快40了有没有女朋友？哎呦，这个臭小子每天都忙着工作这个未来媳妇的影子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了。哎，你记得小琴吗？哪个小琴啊？我的外甥女小琴啊。以前暑假的时候常来我家玩。10年前你儿子回台湾，我们还一起吃饭，你这么快就忘记哦？我想起来了啦，那个娇小可爱眼睛大大力，讲话很温柔的啦。啊，那时候你还说要把她许配给你儿子啊？那时候是开玩笑的啦。哎，你的外甥女那么优秀，哪里看得上这臭小子？最近小琴从台湾来新加坡做工，要不然我们2个做媒人，让他们2个年轻人见面，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做亲戚嘞。想一下。他怎么来了？一定是想问我调查卢克的结果。哎呀，怎么办呢？sorry， 我不是故意躲你的。被你吓死了！你这样，你鬼鬼祟祟在干嘛？你躲大耳窿啊？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接大耳窿呢？哎，赶快躲下来啦！你这样在躲这个女人啊？嘘，小声一点。哎呀，打来了！你这样，这个女人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这么怕她？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姨的事？他是不是你的小三？不是啦，不要乱说话啦。那他到底是谁？哎呀，我不懂该怎么跟你解释啦。总之改天再好好跟你讲好不好？一章，你一直这样子躲也不是办法，人家都找上门了，你能躲多久？说的也对，一直躲也不是办法，始终要面对的。一章，你终于像个男人了，去吧。还是不要了。去啦！不要了，我这哎。郝建，你朋友那边查到什么了吗？这几天 ，Lucas 出国工作，我也跟着失眠了好几天。虽然他跟以前一样，不管去哪里做什么呢，都会跟我报备，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会胡思乱想。我真的很不喜欢现在的我。我想赶快有更明确的答案，好让我安心。其实什么？其实卢克斯他现在在国外，我朋友也调查不到什么，必须等卢克斯回来才有办法继续调查。你先别想这么多，卢克斯这么疼你，搞不好这一切都只是误会呢。希望是这样吧。好了，我先送你回家，你回家好好休息吧，啊。哎，雨露，雨露，幸好刚才我在旁边呢，不然都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啊。谢谢你啊。还好，医生说你只是血糖太低，没有其他问题，所以不必住院。啊，对了，待会呢，我帮你打包食物，回到家吃了东西好好休息，不要想太多了，知道吗？嗯。来，慢慢慢慢。慢慢来，你先过去坐一下，小心啊！我还以为我没有机会回来。爸，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哈。手术不是已经顺顺利利的完成了吗？你不明白呀，人老了，很容易有什么三长两短啊。你再这么说，就生气了啊！幸好还有你，在这段期间，你的2个哥哥从不见他们的踪影，只有你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唉，可能他们工作比较忙，你就不要想这么多了。你不用安慰我，我对你2个哥哥已经不抱希望。哎呀，爸，不要再讲这种不开心的事。我答应你，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陪你，不会让你一个人的。还是你最有我的心啊！啊，对了，在医院这段期间，你一直为了照顾我，你没有上班，可以拿那么长的假期吗？我跟老板娘说过了，她很善解人意，也支持我照顾你，你就不要担心了。业绩方面，我再努力一点，一定可以追回来的。不要太操劳啊！你现在的身体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要懂得好好的照顾自己，知道吗 ？Yes, sir。等一下我去工作，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Yes, madam。哎，带客户看完房子了，怎么样？屋主不肯减价，买家不肯加价。前阵子放假，以为回来努力一下，至少可以卖出1间房子。可是又遇到一个这么难搞的客户，看来我这个月的业绩完蛋了。我也是啊，以为终于熬过农历7月结束啊，没想到房子还是那么难卖。
Please 啦，你整天在那边看手机，当然难卖啦。Excuse me， 我看手机啊是在找灵感，怎么推销房子？想来想去啊，还是拍那个凶宅系列最容易吸引客户上门。怎么样？什么时候再拍一起来鬼混？不拍了。啊？为什么？你忘记我跟你说没？我之前有幻觉，是因为我有手术后遗症才可以看得到，现在都看不到了。你又要我回去拍凶宅系列，到时候一定要用你演的，肯定不自然，我过不了这一关。你不是导演咩？导演不是很厉害演戏的咩？教戏跟自己演是完全不一样的。总之，我不想再骗人了，所以不拍。可是我们的粉丝哦，很期待我们下一支 video 嘞，你真的舍得让他们失望？舍不得的是你吧？粉丝要看的是你，又不是我，要拍自己拍。说的也对啦，不过你才是有那个灵异体质的 agent 呢。你就跟他们说，我把灵异体质 pass 给你了。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不 try 你怎么懂？哎呀，不要跟你讲这么多了，然后去找 number one， 有朋友要找他画设计图。一点都不翻的，亏你还是导演。我手头上是有些工作，不过你朋友的图也不难画的。我会跟他联络，详细谈一谈。OK，Thank you。还有事吗？没有啊。现在是怎样？没有事就不可以聊天啦？可以，我只是想专心画图而已。好吧，那我不打扰你了，拜拜。阿如，哇，你看看谁来了啦？嗨，小琴，跟你介绍，这是我的未婚妻，她就是我指腹为婚的未婚妻小琴。一点点和一滴滴，都是你和我美丽的回忆。只有离又再相聚，是否注定永远会在一起？难道这就是爱情？有时甜蜜，有时又会伤心。凝望着你那双眼睛，一次又一次，我还是无法逃离。不管现实还是梦里，处处都